周四上午，俄军东方2022战略指挥演习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举行开幕式。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告显示，正式演习将于9月1号至7号在俄东部军区举行，演练跨军种和伙伴部队的各种行动，以确保东部军区负责范围内的军事安全。俄乌冲突持续超半年的背景下，俄方这次演习颇受关注。同时，这也是解放军时隔4年再次参演，派出2000人左右规模兵力。这也是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同时参加俄罗斯组织的演习。据报道，此次东方2022战略指挥演习由俄总参谋长指挥，参演人员超过5万。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派出包括空降兵和远程航空兵在内的东部军区部队参加演习。另外，超过5000件武器装备，包括140架飞机、60艘舰艇和补给船舶，都将在这次演习中悉数亮相。根据俄国防部的公告，东方2022战略指挥演习将在俄东部军区的7个训练场以及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水域及沿岸地区进行，演练跨军种和联盟部队的各种行动，以确保东部军区负责范围内的军事安全。来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他伙伴国家的官兵也将参加本次演习。周一，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最新画面显示，参加东方2022演习的外军人员和装备已经抵达谢尔格耶夫斯基训练场。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俄方这次演习颇受关注。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在发布会上特意表示，东方2022演习是防御性军演，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军事集团。更受关注的是，俄方表示，在东方2022战略演习期间，俄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海军将在日本海水域进行保卫海上通讯和海上经济活动区，以及配合沿岸地区地面部队行动的联合演习。8月17日，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消息，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抽组部分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另外，印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蒙古国等国家也派出兵力参演。消息中还提到，中方派员参加此次演习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上周四，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陆空参演力量已到达指定地域，相继完成兵力集结、野战营区开设和现地勘察等，并陆续开展适应性飞行训练。海上参演力量与俄舰海上会合后，开展了通信等科目演练。为检验4大战略方向的战备水平和战役预案，俄罗斯每年会轮流举行代号东方、西方、高加索、中部的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自2010年以来，东方系列演习已举办3次，间隔周期为4年。作为俄军4大战略演习之一，东方系列演习在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迄今，中方已经参加俄3个方向的战略演习。从2018年开始，中国相继派出兵力参加俄罗斯东方2018、中部2019和高加索2020 3大战略演习。2021年，中国没有参加俄罗斯的西方2021军演，但当年8月，俄方参加了在中国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相比解放军首次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派出约3200人、900多台各型武器装备、30架固定翼飞机与直升机参演。解放军此次参加东方2022演习，出动了海上力量，这也将是解放军陆海空3军兵力首次同时参加俄罗斯组织的演习。陆海空3军这个一起参与啊，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军事合作呢，这个实际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级。那么从过去的这个单一项目的单一兵种的这种合作变成了这种更高层级的，就是说这种战役战区这个全方位多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指挥层级提高这么一个等级呢，这个双方的军事关系呢，实际上就提高了不止一个等级。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刚刚结束的2022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及长春航空展上，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首次证实，空军最新一代的加油机运油20今年5月就已经加入到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周一，空军也首次公布了运油20参与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画面。画面中，运油20正在为歼16战机进行空中加油。
有分析指，解放军参加俄军系列演习，将提升与有关国家的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对于此次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兵力首次同时参加俄罗斯组织的演习，评论认为，这表明中国军队能够不受外部形势干扰，根据自身安全需要和相关训练安排，决定在什么时间和谁参加什么样的演习。不过，近年来中俄联合军演的频率与规模都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这令美西方不淡定了。英国《金融时报》称，俄罗斯和中国本周将开始一系列军事演习，这是莫斯科与北京深化关系的标志。当然，美欧媒体对中俄军事联盟方面的炒作从来都不缺各种夸张的揣测和猜想。比如，北京和莫斯科曾经分别多次强调，双方的合作和联合训练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而且两国也不会结成军事同盟。但西方媒体却始终朝着军事联盟的方向去解读中俄合作。还有美媒表示，在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陷入紧张之际，中俄在军事领域加强合作，引发外界的关注与疑虑。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上周四就表示，中方派员参加，旨在深化与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特别是比起华盛顿动辄炫耀最大规模、高级军官轮番强调威慑的联合军演，中俄无论是演习次数、演习规模、投入兵力还是演练频率，都要低调很多，因为我们根本无需演给谁看。华盛顿对解放军赴俄参演格外紧张，更像是一种对号入座的心虚。这个军演本身呢，实际上是为了增进友谊，而不是为了威胁别人。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这个解放军的发言人呢，也就点明了我们历次以来军演的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对外表达的信息。所以说呢，这个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这种横加指责呢，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是军事同盟嘛。那么你像美国组织这个军事同盟啊，包括在各区域内搞小北约啊，这种事情也干得多了啊，所以说他们没有资格啊，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好，香港天马上来连线特别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俄罗斯东方2022军事演习明天揭幕，中国参演部队已经就位，西方媒体指手画脚。那您对此有何观察？俄罗斯东方2022是俄罗斯举行的例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每年都会以不同代号举行战略军演。其实每次大规模的军演，西方国家也是颇为关注。今年为什么是格外的关注呢？我认为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俄乌冲突已经半年多了。按照西方的预测和披露出的一些研究的数据，俄军的兵员和装备可能有比较大的消耗。换句话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有些捉襟见肘，怎么会在远东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呢？当然，一些媒体也注意到，相比于4年前东方2018军演，俄军参演的兵力大幅度缩水，从30万人变成了5万人。但是不管怎么说，西部的战场还在鏖战，东方举行大规模军演，超出了西方媒体的预料。第二就是此次东方22军演，包括上合组织和吉安组织成员国参与其中，有10几个国家的军队参加此次联合军演。这与西方媒体所关注或者说认为的孤立俄罗斯的印象呢，是有不小的出入，或者说是相反的，因此才格外的重视，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甚至是臆测。在我看来，俄罗斯如果不举行这次例行的军演的话，才是不正常的。从俄罗斯的战略处境出发，以东方为代号的军演与西方中部和高加索为代号的战略军演其实是一样的，保持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力，甚至是威慑力。如果因俄乌冲突而取消例行军演的话，必然会影响俄罗斯国内的军心民心。也就是说，在当下的背景之下，俄罗斯如常举行军演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要考虑到俄罗斯超大规模的国土空间，东方2022的军演的战略价值和必要性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这是由俄罗斯的国土空间和地缘政治属性所决定的。我们也关注到一些媒体把焦点对准了中国参演部队，做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猜想和解读。
我只能说，如果你戴上了有色眼镜，那你永远看到的只是自己想看到的而已。需要明确的是，东方2022的战略军演是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中国只是其中的参与一方。中国与印度、中亚等国一样，只是参与方而已。西方媒体过度关注中国，无非就是想说中俄军事合作在升温，甚至说中俄朝着军事同盟的方向在发展。这些说法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中俄双方多次强调，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国国防部已经做出了很明确的说明，根据中俄两军的年度合作计划以及双方的共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抽组部分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方22军演，旨在深化与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西方媒体对中国参演的关注，何尝不是背离了新闻事实本身呢？当然，我们的确很难去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因为西方媒体也不可能从东方22军演过程中找到支撑他们先入为主偏见的依据。美国和北约近来又拿北极说事，竟称中俄合作威胁到了北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也做出回应，那您对此怎么看？美国和北约其实一直是在寻找敌人，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特征。要搞军事同盟，拉小圈子，就要找到共同的威胁。这是西方国际秩序观念中的执念，也是最大的观念的漏洞。两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这种观念造成的灾难。中国奉行结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和西方似乎就是不相信。以己度人，在炒作中国参演东方22战略军演的时候，西方媒体似乎对北约正在挪威举行的军演视而不见。美国和北约以及其他军事同盟国的军演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一年下来上百场大大小小的军演。嘲讽的是呢，这些军演不管搞多大的动静都不会让西方媒体关注，也上不了他们的头版头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最近的记者会上就说，北极地区对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具有战略价值。随着气候变化，尤其是北极地区冰川融化，北极地区的地位和战略角色可能会发生变化。除了资源开发之外，北极地区将成为重要的海空交通的通道。另外，在冷战期间，美苏在北极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部署，而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恶化，曾经弃用的军事基地又再次被激活，北极地区军事化色彩进一步强化。根本的原因就是北约和俄罗斯激烈的战略对抗，现在对抗的烈度和危险性甚至是超过了冷战期间，北极再次变成了北约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场，必然会对全球战略稳定和世界和平造成重大的冲击。虽然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北约在北极地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北约似乎对此并不满足。独占北约可能才是北约的目标。问题就在于北极地区北冰洋并不是某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如果北极航线商业化，成为全球交通要道，那就需要各国共同协商，制定新的规则。中国是近北极国家，尤其是北极航线使中国与欧洲之间便捷的通道，也为中国与大西洋的北美沿岸提供了新的通道。除此之外，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也是北太平洋地区沿岸国家，尤其是放在百年大变局的时空背景之下，中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角色是多元的，也是建设性的。无论北太平洋还是北极地区，都不是北约或者某些国家独占的禁地，而是需要进行多边合作、共同开发和保护的地区。近日接二连三的大陆无人机拍到台军岗哨事件当中，一次台军士兵向无人机投掷石块的画面在岛内引发群嘲，讽刺台军终于进入石器时代，这让民进党当局异常恼怒。蔡英文周二跑到澎湖，下令台军适时采取强力反制。金门守军周二晚间称，当天下午实弹驱赶一架无人机。而对于台湾军方近日抗议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在台湾的空域飞行，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台湾当局渲染紧张没有任何意义。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周二到澎湖视察台海军146舰队以及台空防第一线天驱部队。对于大陆无人机连日拍摄金门守军，蔡英文首次回应：我已经下令适时采取必要
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为了展示所谓强硬姿态，台湾媒体注意到，蔡英文视察的军舰以及战机都挂上实弹。天军部队驻扎于澎湖，位于台海防空第一线，可以看到 IDF 机腹的部分挂载着天剑2型飞弹，以及翼尖的部分挂载着响尾蛇飞弹，随时可以紧急升空进行拦截任务。岛内舆论注意到，蔡英文连金门都没敢去，只是到了澎湖转了一圈。不过，驻金门的台守军当晚就宣称，一架次无人机下午5时59分进入二胆地区所谓禁限制水域上空，守军进行实弹防卫射击驱离，无人机于晚上6时往厦门飞离。台军称，此前针对此类事件都是发射信号弹，而当天是首次开枪驱离。对于台当局的肃我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作出回应：台湾当局渲染紧张没有任何意义。此前，社交网络流传的视频和照片显示，金门二胆岛的台军岗哨遭民用无人机拍下照片，台军士兵用石头砸向无人机，被嘲讽为台军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另一架民用无人机低空飞入台军金门烈屿营区，甚至接近挂有战情挂图的岗哨。它不是一个大事，但是最后，以一种这种大惊小怪的形式去应对它呢，让台湾的这个民众肯定是加深了对于这个蔡英文当局应该来说，一个是政治上的不信任，第二个是对能力上的怀疑是加剧了。台军还加强采购美军无人机。台空军周二公布的绝标案称，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对美采购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绝标价格约5.6亿美元，履约地点在花莲新城。全案目前已在选拔赴美受训人员，预计2024年展开初始训练，2025年交机抵台。不过，周二公布的绝标案称，全案执行日期自今年8月24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据公开数据显示 ，MQ-9B 无人机全长11.7米，宽24.0米，是世界上第一种专为长时间进行高空侦察任务而设计的武装无人机。与许多其他台军采购的武器一样，海上卫士无人机也是阉割版的，无法像美军无人机那样通过卫星通信数据链将图像信息实时与地面部队共享，实际作用就大打折扣。这个也反映出了美国控制台军在这个武器装备上获得先进装备的这样一种速度，以及对他利用这些装备去进行所谓的这个反制大陆行动的这种担心。除了台当局对美求购无人机外，拜登政府还计划要求国会批准一项约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60枚鱼叉反舰导弹与100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以及一纸针尖雷达延长合约。不断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美国，竟然还持续将搅动台海局势升温的责任往外甩。先是白宫方面的官员叫嚣，美方不会接受中方试图在台海建立的一种所谓新常态，美方未来将实施演习来推动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回稳，还称这与两国关系无关。接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妄称，中方的反应过度，并且是进行挑衅，而美方的反应则是有分寸且负责任的。对于这些言论，中方连续2天予以坚决驳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指出，试图改变台海现状是美国和台湾分裂势力，不是中方。台独势力挟洋自重、以美谋独，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美国打着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幌子，赤裸裸地试图以台制华，这何谈与中国无关，与中美关系无关。美国如果真的寻求局势回稳，就应该立即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上面来，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赵立坚周三又进一步表示，美方违背一个中国的承诺，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却指责中国反应过度。美国军舰频繁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中国周边海域炫耀武力，却指责中方进行挑衅。对于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中方不会接受，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可。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回到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上来，而不是一味推卸责任、倒打一耙，甚至
试图制造更大的危机。所罗门群岛近日拒绝了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停靠该国港口。尽管所国总理周二发表声明进行解释，并指出在出台新的港口访问机制之前，将暂停接待所有外国军舰停靠，但此事仍然被西方媒体借以用来炒作中国威胁。那么，美西方为何刻意将美舰艇停靠被拒一事与中国挂钩？来看报道。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周二对前些日子美国舰艇未能停靠该国港口的原因作出澄清。Indeed, there have been delay in the granting of approval for entry into the country to the U.S. Coast Guard Captain Oliver Henry due to primarily to inappropriate information not sent to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on time. Unfortunately,By the time the approval was communicated, the ship's captain had decided to leave our waters. 索加瓦雷表示，这些批准方面的拖延表明，所政府需要审查和完善军舰访问该国的批准要求和程序。因此，在出台新的港口访问机制之前，所国将暂停接待所有外国军舰停靠。We have requested our partners to give us time to review and put in place our new processes.Once the new mechanism is in place, we will inform you all. 是否允许外国的军舰停靠本国港口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所罗门群岛的决定并无不妥。那么其次呢，那么这些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打着为岛国监测非法捕鱼的幌子，大肆在该地区活动。那么所罗门群岛呢，声明希望建立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来说是希望自己来行使本国的主权，而不是让他国代劳。据路透社上周的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奥利弗·亨利号本月23日向所罗门群岛发出靠港请求，未获回应。该艇随后改道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补给。此外，声称被所国拒绝停靠的还有监控附近水域非法捕鱼的英国巡逻舰斯佩号。但在所政府做出解释前，美国政府以及多家西方媒体却利用这段信息的真空期以及所国本身舆论传播能力弱的困境，对美方巡逻艇未能停靠所国一事进行大量的带节奏炒作，甚至还把此事与中国挂钩，恶意炒作中所关系。美国《星条旗报》就声称，美方军舰停靠要求被拒，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所罗门群岛为支持中国而切断与美国关系的担忧。美国彭博社则在周二的一篇文章中，配合美国中澳大使馆对此事进行一番很明显的信息污染，将此事炒作为所国专门针对美国，美国大使馆很失望等等。彭博社还添油加醋称，自从中国与所国在几个月前签订了一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后，所国与美国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但彭博社没有提及的是，中所两国政府于今年4月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警务合作，而不是所谓的军事合作。而且这份协议出台的背景是去年所国发生的针对华裔和中国侨民的严重暴乱事件。由于当时所国警力捉襟见肘，连被威胁的中国大使馆都无法保护，所国才提出希望与中国进行警务方面的安全合作。所国政府周二在其官网刊登的一则新闻就披露，中所两国警方正在警务方面开展技能培训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索加瓦雷周二针对美舰艇停靠被拒一事的声明，彭博社仅仅将这个重要信息补充在了他们最初报道中并不起眼的中间部分。自中所签署合作协议以来，美澳等国伙同西方媒体试图将这份协议生生歪曲成一个允许中国驻军和军舰停靠的军事合作协议，从而让美澳媒体在南太地区炒作中国威胁的阴谋论合理化。针对美西方对中所合作的抹黑，中国外交部曾回应表示，中所两个主权国家间开展正常的安全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合理合法，无可指摘。美澳对中方的指责完全是双重标准。当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大搞核试验、倾倒核废料时，不讲公开透明；当美英澳签署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在亚太地区打开核扩散的潘多拉魔盒时，也不讲公开透明。南太岛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院，试图把门罗主义复制到南太地区，不得人心，也根本行不通。在中所安全合作协议签署之后不久，中方就反复声明，
那么中所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与太平洋岛国地区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并行不悖。那么中国从来也没有否定，也没有阻止岛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事实上来说，所罗门群岛是与澳大利亚等国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合作关系的。那么现在呢，很多西方媒体惯于用中美竞争的思维来这个棱镜来看待中国与所罗门的合作，以及看待所罗门等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很容易进入一个错误的误区。对于美澳质疑中国会在所罗门建立军事基地，索加瓦雷几度公开表示并无此事，反倒是这些国家的媒体对中所关系及合作项目说三道四，令他觉得非常冒犯无理。Let me assure you all again, there is no military base, no any other military facility or institutions in the agreement. It is not the interest of the region for any military base to be established in any Pacific Island country, let alone Solomon Islands. 但索加瓦雷的发声没能阻止美澳媒体对中所合作的泼脏水行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就声称，中国林业集团正在为购买所罗门群岛的深水港和简易机场进行谈判，而这可能被当成军事基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对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发起攻击，称根据其获得的文件，大使馆曾2次动用行贿资金。对于这一报道，索加瓦雷和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感到愤怒，并为此召见了澳大利亚高级专员。为了对这些流言蜚语进行反制，索总理办公室周三发布长篇声明，宣布将禁止那些通过攻击手段来贬低中所两国关系或参与种族定性的外国记者入境该国。在经历长期而严重的疾病折磨后，当地时间周二晚，91岁的戈尔巴乔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他是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冷战时期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紧邻其夫人赖莎的墓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病逝表示哀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的去世深感哀痛，并将在周三早上给他的亲友发去唁电。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经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戈尔巴乔夫逝世表示哀悼。他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政治家，他在和平结束冷战方面所做的努力无人能及。美国总统拜登于周二发表声明，对戈尔巴乔夫致以深切哀悼。声明中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有着非凡远见的人。德国也对戈尔巴乔夫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声明表示，戈尔巴乔夫在当时的苏联进行的改革，使东德与西德的和平统一成为可能。戈尔巴乔夫曾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作为年轻和进取的改革者、失败的联盟捍卫者，他最为人熟悉的形象定格在1991年12月25日晚7点发表的电视讲话。Дорогие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граждане,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 прекращаю 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Принимаю это решение п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1991年12月8日，在没有告知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在别洛维日森林签署了关于解散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别洛维日协定。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后来，这被视为苏联正式解体的一幕，也标志了冷战时代的终结。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9%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件坏事，而只有17%的人认为是好事。此外，只有22%的俄罗斯人认为他在历史上的角色值得尊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充满赞誉。
他曾在1987年和1989年2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在美国授勋自由勋章。外界的功过评价，正如1997年他亲自带着孙女参演的一则必胜客广告。Это Горбачев. Горбачев. Это из-за него у нас в экономике бардак. Да благодаря ему у нас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Это из-за него у нас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Да благодаря ему у нас свобода. Полный хаос.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Да благодаря ему у нас есть писахат. 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自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在苏联党政机关工作。1985年3月起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后任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启了改革时代，在经济上采取加速战略，在政治上增加公开性，在外交上进行大幅重建，也就是外交新思维。他还退出了对阿富汗的战争，削减了军费开支，一度将重心转向经济现代化改革。但随后苏共内部的矛盾及改革造成的短期震荡，让戈尔巴乔夫未能更进一步。他由此遭到左右两翼的攻击，一边要求更多的改革，一边指责他背离社会主义。而他当政期间最引人瞩目的一项举动，则是开启了冷战结束的进程。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消灭美国和苏联持有的所有远程导弹。这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开始。由此，美苏于1987年签订了中导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On the Soviet side, over 1,500 deployed warheads will be removed, and all ground-launched intermediate-range missiles, including the SS-20s, will be destroyed. On our side, our entire complement of Pershing II and ground-launched cruise missiles, with some 400 deployed warheads, will all be destroye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reaty transcends numbe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wisdom in an old Russian maxim, and I'm sure you're familiar with it. Mr. General Secretary, though my pronunciation may give you difficulty, the maxim is doverяй no проверяй, trust but verify. Но значение этого... На каждой встрече вы это повторяете. You repeat that at every meeting. 但32年后，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导下，该条约全面失效。日前，曾在里根总统政府中任职的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保罗·罗伯茨向俄卫星通讯社表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不理解华盛顿。美国总统可以签署协议，但他的继任者将拒绝该协议。从这个中导条约两方的这样的一个签署的条件和时间来看，并没有使得美苏两国真正的获得实质的利益，而最大的受益方是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华约组织的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并没有解体。在这后30年的过程当中，中导条约也被美国撕毁，这使得欧洲的地缘格局再一次的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对中苏关系正常化也做出了贡献。此外，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国撤军，以及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极大优化了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中苏两国这样的一个关系正常化，一直是秉承着这个展望未来、铭记历史的8字方针。两国也不断的在这个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建立起了一个新型的中苏关系，这也为后来的中俄关系走向奠定了基础。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曾出版过多部书籍，为国际社会了解苏联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2007年为法国奢侈品牌拍摄的行李包广告中，他穿着细条纹西服和大衣，坐在汽车的后排，握着车门把手。透过车窗，他看到的是柏林墙残余部分。这一背景也成为该广告的最大亮点。在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中，他曾经回答过关于墓志铭怎么写的问题。What should be on your gravestone? Я не от себя, а повторю то, что однажды прочитал на могиле друга. И это осталось у меня, врезалось навсегда.Мы старались. 今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在网站上发布声明，被视作戈尔巴乔夫针对全球重大事件的最后发声。在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他呼吁各方在乌克兰危机中尽早停止敌对行动，并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声明表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和对话，才能解决最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7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周三起一连2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视频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时表示，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韩正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香港积极与贡献国家商签合作协议，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等。香港在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热情参与，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中国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持续加强与共建国家合作，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共建国家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韩正指出，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央将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全力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他提出4点希望：一是希望香港继续主动作为，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与共建国家开展更多务实合作；二是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希望香港加强人文交流，发挥对外文化交流窗口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四是希望香港深化与内地合作，继续深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支持香港继续深入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抓住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机遇，加强与内地各省区市合作，创新合作方式，提升合作水平，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表示，香港迎来由乱到治的时期，论坛将有助吸引更多生意人与香港合作。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相信“一带一路”有助香港掀开发展的新篇章。Hong Kong is the pivotal gateway for all of us. For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nd economies and the projects they partner in, Hong Kong has it all. The Belt and Road is inclusive, and so is Hong Kong. We invite the world to work with us together.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视频发言时强调，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地位，积极发挥香港自由开放规范营商环境的优势，支持香港尽早加入 RCEP， 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天相连，维护全球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那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共创新篇章。这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次以线下线上混合形式同步举行，
打破了地域时间的界限。论坛呢汇聚了超过80位“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员和商界精英，共同探索“一带一路”商机。The idea of coming here wa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GBA and BRI, and obviously to hear from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in terms of what they think about Hong Kong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the support that they're getting from China. 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I feel very encouraged with whatever I've heard today. 同样出席了开幕式的罗伯特·艾伦德在香港生活工作多年，作为一家能源战略咨询行业外企的高级主管，他还告诉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相信香港的吸引力不会改变，他对这片土地有充足的信心。They're working hard to try to make sure that Hong K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GBA in particular, I mean Hong Kong's economy is never going to collapse. It's still got lots of magic attributes that other places can never have. 一带一路于2013年提出至今，日渐发展为贯通欧亚及非洲等地的多层次合作平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12万亿美元，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香港与多个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及其他贸易伙伴签订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以提供通关便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2016年起，每年均与贸发局合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成为内地、海外和香港企业对接最大和最重要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商贸合作平台。李家超在论坛后见记者时表示，韩正副总理的讲话充分肯定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发挥的作用。香港在“一带一路”可以发挥专业服务、贸易航运等优势。他还表示，周三会同广东省、广州市及深圳市领导举行在线会议，将就粤港、穗港及深港合作等议题交換意見。我期望聽日大家會有一個務實交換意見